你敢相信嗎？泰國的暑假居然有地方涼到不像泰國，而且距離清邁市區不到1小時，瀑布的水是冰的，風吹進山裡的時候，甚至會忘記自己還在泰國。如果你不想像新來一樣花太多時間拉車，搭這條清邁北部近郊路線，真的很值得來一次。而這趟最後，我們還遇見了目前為止清邁最讓我們驚豔的一間咖啡店。我們現在來到清邁近郊的一個瀑布，開車大概要1個小時，叫做普阿同瀑布，是最近呢蠻熱門的一個景點。普阿同瀑布呢位於國家公園裡面，我們剛沿路過來啊，看到很多綠樹成蔭的地方，哇，很像拍汽車廣告的場景，超漂亮。我跟你講，我看那個地圖的時候，上面旁邊全部都森林。其實我覺得蠻像北海道某一些地方的，然後整條路都沒什麼車，然後很大條的路，很舒服，很喜歡。我一進來就看到一個大水池，水池超清的，然後裡面呢有非常多魚，都養得超大條。我跟你講，這個是冷泉，因為我從它門口門牌上面啊，它就有標榜說這邊是一個冷泉公園這樣子。這是我這趟在清邁看到水質最清澈的一個水源了。我們現在看到瀑布了，不過呢，這裡應該是地勢最高的地方，瀑布都在下面，所以我們應該要往下走。然後呢，再慢慢沿着繩索爬上來。那大家說呢，最簡单的应该是瀑布的第1層、第2層，3、4層是比較難的地方。所以呢，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選擇自己的難易度。那我覺得，如果不想要踩水的話呢，你也可以沿着步道下去看瀑布就好了。我看现在有很多人已经爬到這最上面來，有些人搞不好是從第3層爬過來的。我們現在從最上面啊，先下來1層看看。然後剛剛呢，我們有碰到台灣遊客跟我們講說，其實你們可以先試試看，說自己敢不敢爬。如果敢的話呢，你可以下到最下面去，從最下面爬上來。那整段的垂直高度呢，大概有100公尺，其實這還蠻需要體力的。然後呢，他們已經帶着小孩啊，這樣來來回回呢爬了3趟，從底到最上面。你看這邊看起來雖然蠻陡的，可是也有蠻多小朋友在爬。那這邊呢有一些安全限制，7歲以下的小朋友是不能爬的哦。对，它上面都有繩索，所以你可以抓着去爬。但是我覺得大家就是還是注意安全啊。來帶大家走一下這個瀑布啊！我現在腳啊踏在這個水裡面啊，它的溫度非常的舒服，大概是22、23度這種溫度，比游泳池再涼一點點而已。然後我看到很多人從這邊上來，這邊比較平坦，大家就是像走路一樣爬樓梯這樣子走上來。那跟大家講一下，這邊啊吼，你只要是像這種白白的，它這邊是碳酸鈣去鈣化過它的地質的時候呢，它的踩起來其實就像是柏油路那樣子的止滑程度，所以它是非常止滑的，有沒有？哦，但是你要注意哦，像這個有青苔的、顏色深的就不要踩，因為踩下去就會滑。那像這種白白的踩下去就會非常的止滑。那像這種呢也會滑，所以要小心。那你看小朋友就爬到這邊來，你不要在這邊好不好？我剛刚有跟你講說深色的不要踩，對不對？哇，你有一個蟲子浮上去了耶，好神奇耶！哦，謝謝。我剛好碰到中國遊客啊，他跟我說啊，他要穿那個溯溪鞋，基本上就比較不會那麼滑了。所以呢，建議大家還是穿溯溪鞋。那蠻多人都是赤腳的，那赤腳的話踩起來會比較舒服。像我剛剛穿那個拖鞋的時候啊，裡面都會有那個細沙，然後在腳邊這樣蹭來蹭去，會覺得比較不舒服。像我小孩也是覺得說，有細沙不舒服，對不对？對啊。對，所以就是要麼就赤腳，要麼就是穿溯溪鞋來這樣子。那溯溪鞋是最安全的。拍給大家看，這就是他們最不滑的那一種，其實蠻粗糙的。我覺得腳走上去就是非常的止滑。然後因為它為什麼叫黏黏瀑布呢？就是因為它鈣化之後，它腳好像被吸住一樣，像我現在這樣子走，有一點點像被吸住的感覺，所以就覺得黏黏的，蠻特別的。這也是它這邊得了一個黏黏瀑布的一個稱號的原因。哦，你们找到自己的小天地了哦。好玩嗎？這裡好玩，很特別哈。誰都不准跟我們過來，這裡是我們的地盤。啊，小心小心哦，手腳並用，蹲低一點。對，如果怕的話，大家就是手腳並用一下，這樣子，至少你跌下來的話，離地面距離不會太遠，有沒有？手腳並用，手腳並用。好啦，不少人都從這邊走上來，其實蠻平坦的啦。我剛剛看到也有人就是全身都乾乾的，就是說他說從底部
走上來的。哇，這裡好像什麼天然的造景游泳池哦，可是卻是天然的，很特別。这个镜子竟然这么轻易就碰着了，這麼好哦。这個鏡子為什麼還會出水啊？哇，這個路其實平坦的地方其實非常好走。說實話，你只要不弄濕也可以。你看，像現在上來人一點弄濕的感覺都沒有。哇，其實我覺得待在這邊玩就很舒服了。如果不怕的人啊，其實這邊很平，你可以來這邊玩啊，然後戲水，真的很棒。而且這個樣貌你在別的國家，或者說在台灣至少看不到長這個樣子的地方。大家看一看它的水流怎麼樣？像我啊，是從上面走下去的。你看，它這邊蠻陡，可是爬上來比較安全，所以大家盡量不要從上面走下去，從下面爬上來會最好。不過它這些地方因為很多人爬，所以它大部分的地方都非常的直滑。好，我們走上去吧，手腳並用，手腳並用。哇，這樣子的感覺真的是很特別。然後水沖刷下來，因為大家都覺得這個真的還蠻直滑的，所以就是有些人乾脆連手都不碰了。但我覺得注意安全的話，還是記得手碰一下。哇，好棒，好舒服哦！哦，好像真超爽的，耶！好玩嗎？這裡好玩嗎？好玩。很特別哦。對。好了，我就爬這一小段給大家看一下了。那基本上蠻多人就是直接從底部上來啦。那我就不拍了，我要來玩水了。好，那這一段就非常平坦，我覺得就算是不敢爬的人也可以來這一段。哦，這邊應該算第3段，然後你走過來就一下子就到了，你就可以在那邊踏踏水，還是很棒的。哇塞，你們找到這一區也太舒服了吧！沙發區，你們的沙發廳，這是你們沙發區、客廳區就對了。對。哇。你給大家看一下這邊的石頭有沒有？每一個都圓滾滾的，所以你踩到剛剛的沙其實都是這樣圓滾滾的。好吧，走吧，我們上去吧。這麼快？我都還沒玩夠。哦，這個沙發是我可以躺一天，超舒服的。然後邊洗頭邊那個邊沖水，很舒服，對不對？對啊。哇，輪流躺一下這個沙發，好舒服，對不對？你都想睡覺了，對不對？想睡覺了。我剛剛也去走了一下，這是我這趟來清邁啊唯一敢下水的水域，因為這裡水質真的是比較清澈一點，不像其他的水域呢都夾帶一些黃土。那這邊呢就是青苔，你真的看肉眼看到長得比較厚的地方就會蠻滑的，可是你用腳稍微探一下呢，就可以知道這個地方能不能走。然後我覺得是沒有像說的那樣子是黏黏瀑布會黏腳，不會，但是蠻直滑的。如果大家帶着全家一家老小來這裡玩的話呢，其實也不用怕說不好走，因為在最上面這裡有個小水池，而且都有樹蔭遮擋，還蠻涼快的。對啊，我覺得大概25、6度哦，很舒服，很舒服，蠻推薦大家來，就注意安全就對了。這是一個有水就要玩的小子，對不對，小子？對。大家別看這個水這樣子平靜平靜，其實下面的這些水都是從這邊流下去的，所以你剛剛看到那些瀑布的水都是從這裡下去的。現在要前往下一個地點了。那其實這邊的設施還蠻完善的，廁所跟一間淋浴間都是有的。出入口的地方呢，也有一些賣小吃的。那所以你玩完水呢，如果肚子餓啊，就可以出來吃東西。像我就是買了一些果乾，我覺得還蠻便宜的。菠蘿蜜一包25塊，雖然小包了，可是在台灣菠蘿蜜應該蠻貴的齁。好，然後再來呢，就是我們進來的時候呢，在入口處外面呢有經過一個檢查哨，那其實你就是下來簽個名啊，留一下基本資料就可以了。他們這邊就是這樣，進來參天大樹，然後從這邊開出去，整個都是這樣子的路，很漂亮。這如果在日本就是什麼靈氣景點、能量景點。沒錯沒錯。檢查哨在這邊，給大家看一下。
不用怕，他們人都很友善，還會講一點點中文。我們現在來到這家店叫做 Caffeine， 它是一家小小的咖啡店，也有賣一些泰菜。然後我剛在桌上看到這個東西很熟悉，想說酪梨嗎？不是。可可的果實，然後我從來沒有看過新鮮的，所以我問他說可不可以剖開讓我們看，他就帶我去摘了一顆新鮮的，然後跟我說裡面長這樣可以吃。我跟你講，這間店很有趣，它旁邊還種了咖啡豆，就是它可能它這間是咖啡店，它有賣什麼東西，它旁邊都有種這樣子。剛走進來這個店啊，想說它原始的，腹地也不大，可是越做呢就越覺得它有很有趣的地方。我們來看一下哦，這個是剛摘下來的可可果實，然後剖開來吃一下好了。可可果實這個其實就是巧克力的原料啦。他說黃的才可以吃，他剛剛桌上有一些黑掉，他說就是太老了。它剖開來裡面蠻像山竹的。吃起來什麼感覺？山竹的味道。對，真的假的？所以山竹也可以做咖啡，那個巧克力嗎？不行。哦，好酷哦！我要吃一口看看，我從來沒有吃過哎。它中間的籽軟軟的，然後我覺得剛開始覺得不好吃，可是咬下去後來尾韻散發出巧克力的味道。我現在也咬下去了，真的是巧克力的味道，好酷哦！超酷的。就是巧克力啊，巧克力山竹。泰奶蠻好喝的，是屬於奶味比較重的那一種。可是我剛剛吃了可可果實之後，我現在吃什麼尾韻都有巧克力味。不錯哎，你以後就吃可可籽這樣，然後因為可可籽很好吃得到嗎？也是啦。對啊。我现在吃個燒肉，哇，看起來酥脆的。我剛剛吃過了，我覺得還不錯，比那個很有名的瓦罐的燒肉好吃。瓦罐我覺得真的普普通通啦，比台灣難吃啊。這個我覺得跟台灣叉燒店的差不多，然後它皮比較沒有那麼鹹，因為我們通常都會在皮上面加比較多鹽，它就是皮沒那麼鹹，可是吃起來好吃，夠脆，也夠肥。哇，這個豬頸肉。肥滋滋，但是你一點都不會感覺到油膩，好嫩哦。對啊，好柔嫩的感覺齁。然後它的醬汁也跟別人的不太一樣哎。它這邊稍微有一點他們自己的特色。這邊的豬肉真的都很好吃，這間也有特別好吃哦。真的，它咬下去還會讓脆脆的卡吱的感覺。脆中帶軟。我剛一插下去，皮肉分離，然後。哦，叉子碰到這皮的時候，它是烤脆的。我跟你講，他剛剛上来想說應該不會很好吃，我吃下去，我覺得第一次在泰國吃到好吃的脆皮雞。這個皮，你試試看，那皮很脆，然後它那個肉很嫩，而且它的雞油很清爽，很好吃哎！沒想到這間店東西很實在哎，它超烤的哎，而且這一份還蠻便宜的。我突然對它的炸雞翅有一點有興趣哦，超棒！我本來最不期待的就是這一盤，結果它超好吃，這麼厲害！我要吃一口。很 juicy。我跟你講，我剛剛一口咬下去，我想起了宜蘭的湧泉，人家不是開玩笑說什麼牙籤插下去水就會出來嘛？就是你嘴巴碰到之後，它就會裡面超多汁一直湧出來。因為我剛剛拿那個叉子插那個皮下去啊，它馬上就噴汁出來了。我想被咖啡耽誤了炸雞店很難說，然後搞不好人家咖啡也超好喝。可是它這個炸雞已經不是那種普通的炸雞，就不是，也不像說是麥當勞，也不是市場炸雞店。我覺得有點像市場炸雞，但是是超好吃的市场炸鸡，对，很好吃我很驚訝這些哇，這樣小小的店，然後剛剛做的食物都很有水準，很好吃。我覺得原料就很厲害了，原料就很原始，所以很棒。来，你吃这個是青木瓜沙拉，真的，它青木瓜沙拉跟人家不一樣，它是做成片狀的，你還以為是什麼河粉之類的，對不對？有點像，或者是筍片。對。可是我跟你講，吃下去完全不一樣，而且它那個酸不會太酸，很平衡，很好吃哎。你們不會吃過那個味道，真的，除非你來過這間店。我跟你們講，絕對不要相信泰本人說什麼 a little spicy，a little bit， 哎呀，超辣的。不過我喜歡他們的小辣，對我來說很舒服。
它做成片狀的口感啊，真的跟一絲一絲的不太一樣，有一點類似像是你吃到比較薄片的情人果那種感覺。對，但沒有那麼酸啦。然後它的調味啊很好吃，真的是你沒有吃過的，就是青木瓜沙拉的感覺。哎，我真的覺得你如果去普阿童瀑布，真的可以順便來這邊吃一下，先吃完再去，或是去完再吃，這也不錯。它雖然辣，可是那個辣是很香的，而且尾韻也不會殘留很久，是蠻自然的辣味。哦，這是我们點給小孩的炒飯，看起來像我們家阿嬤炒的，對不對？沒錯，超像。啊，吃起來也像嗎？也蠻像的。能夠在外地吃到家鄉味也是不錯。這樣？它上面的炸豬肉好好吃哦。我們現在進來他們的咖啡店，老闆呢負責咖啡，老闆娘負責做蛋糕。然後很多人都說他們家的咖啡跟甜點都非常好吃，所以我們覺得不吃太可惜了，就來點了一些。他們家的咖啡都很有特色。我剛剛跟老闆娘說，我不知道怎麼選，我不喜歡甜的，你幫我選一杯。然後他就推薦我這間叫做這杯叫做 Seal Pen， 意思是 Tiger Go Out， 老虎出去的意思。為什麼？我不知道，但是呢，就是還蠻別致的，真的很漂亮。我們來喝一口看看。而且他們家的咖啡很划算，這一杯應該不破百吧？70-80塊。哇，真的太佛了哦。它喝起來有蜜桃的香味，其實菜單上面就有寫出來，但是它上面寫說有蜜桃糖漿，但是我沒有吃到太多的那種糖漿的甜味，只有喝到蜜桃的香氣而已。或許可能在底下啦。很喜歡。哇，真的是視覺、嗅覺跟味覺3重享受。因為我剛剛拿過來喝一口，然後我喝的時候鼻子碰到那個花嘛，我覺得怎麼那麼香？是花香哎。對，而且真的花，因為它放了那個橙啊在上面，所以你也可以聞到橙的那種果酸香氣啊。它這杯呢是冷萃的，喝起來是蠻順口的，可是又醇厚。哎，它的都有帶一點點那個巧克力味，是我們剛剛吃的可可的籽的關係嗎？不是，它就是有帶一點巧克力味。哎，真的有哎。對，我剛剛有問老闆，老闆說他最有名的咖啡啊，咖啡豆它是從那個玫紅送來的。我跟你講，這一杯如果在台灣，我願意花200塊去喝，都是值得。真的真的，哇，這邊真的太自由了，咖啡自由了。這一間，好吧，我覺得有比冠軍咖啡還要厲害。我跟你講，我現在心裡就是覺得想要這個價錢，然後喝到這個味道，就是只有滿滿的感動而已，沒有別的。馬上醉了的表情，太幸福了。我剛剛想說來吃，說好我們去下一個景點，以後還好我堅持要來吃，對不對？真的差點錯過它。這個起司蛋糕太厲害了，是流心的，而且它的起司味啊也是非常舒服，不會過於濃厚，讓你覺得有膩感。這一顆好像也不破百，對不對？不過百，但是台灣可以賣200，真的太厲害了。我沒有在台灣吃過這樣的蛋糕，可能是我見識短淺吧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在台灣有吃過這樣的蛋糕，然後價錢95塊，你告訴我，我一定去吃。而且這是泰銖，換算台幣大概80幾而已。這塊是美式軟餅乾，65塊，跟我們那邊的價錢差不多。可是人家的料呢多了非常的多，來吃吃看。這麼誇張？每一口都是這種表情。它上面的蓮花餅，然後焦糖啊。然後，看起來是巧克力，但是對，應該是巧克力，很好吃哎，它的風味非常的豐富。那它加了這麼多甜的東西呢，又不是只有一個甜感，你有看到上面嗎？有一點點鹽巴。哇，很聰明，很有巧思。我跟你講，我剛剛從喝第一口咖啡的時候，我是用驚豔來形容了。然後剛剛那個蛋糕也是非常的驚豔，這個我還沒吃，沒有辦法用驚豔來形容了。好喜歡哦。你剛剛是說 amazing 的那種驚豔，我講的沒有辦法用驚豔來形容，是過去沒有吃過像這樣的蛋糕。對，都有。我跟大家說，實在太好吃，我半個小時前就打算要去下一個地方了，結果我現在還在這裡，然後又點了2塊蛋糕跟1杯咖啡。我覺得如果沒有嘗到他們的拿手的品項，我真的會覺得很遺憾。我覺得我回去台灣，我不可能喝到這樣子的。我剛還跟你說，我怕就是回去又太胖，所以我們2個喝1杯泰奶就好。結果現在吃到那些東西，完全忘在腦後，回去再說吧。而且我平常是不一定要喝咖啡，或是
尤其是蛋糕，我可能就吃一口都不吃了。可是我今天就是想多吃，有夠好吃，很好吃。如果你不是第一次来到清邁，你會發現這是一個很黏人的地方。很多人來了第二次、第三次，而且每一次都待得比上一次還久。真正讓人念念不忘的，往往不是那些景點，而是那些不經意的小店，還有清邁很慢、很舒服的日常。中了清邁毒的朋友，我想應該都能懂。這杯是我們後來點他們家的招牌，叫做 Dirty Cafe， 就髒髒咖啡。然後呢，他告訴我們說呢，第一口啊，你要先洗一下嘴巴，然後呢，用品嘗咖啡的方式這樣子喝。希望我们不要誤解說，因为我们英文也不太好，這樣子。應該不會啦。對，然後他說上面冷，下面熱，還是下面？上面熱，下面冷。對，我剛剛講反了。好。不會吸怎麼吸？再給我一次機會。我剛剛已經，這叫濁，在我們中文上面是那個字叫濁的一個口錯啊，對，不好意思。我剛剛第一口喝錯，然後第二口呢，在用對的方式去喝的時候呢，風味完全不一樣。第一口真的就喝到咖啡比較多，然後第二口連奶一起喝上來了，超順的。我剛剛就是這樣一下哦，很好喝。但我也不確定我到底是不是用對的方式，那反正就是很好喝，不管你用對還是用錯的方式。那這個呢，我覺得你如果是喜歡喝拿鐵的人，這杯一定要點起來，有夠愛。這一間太寶藏了，真的，這個我以後經過我一定會進來的。我們的行程今天會跑不完，因為在這裡待太久。真的，因為這地方會把人黏住。對，我願意為了它耽誤後面的行程。這塊是椰子起司蛋糕，蠻酷炫的，它裡面有椰子肉，然後呢，整個味道呢也蠻融合的，就是不會讓你覺得怪怪的，很好吃哎。我們真的太喜歡這家咖啡店的東西了，所以最後呢，決定要帶半公斤的咖啡豆走。然後它的咖啡呢，其實都標價非常的合理，甚至是你可能會驚訝的價錢。然後還有各種的風味，像這個有一些水果的啦，蜂蜜的啊。還有這個檸檬啊，茉莉花。我跟你講，它大部分來自泰國各地的咖啡豆，然後也當然有一些印度的啊或什麼的都有這樣子。我覺得他們咖啡真的很好喝，老闆對那個咖啡的熱忱太高了。我建議大家留一個下午來這裡，而且他非常好聊，他會跟你講很多，他很開心，跟他講話是很開心的，超級推薦這個地方的。Thank you。那他們交到新朋友了，跟老闆的女兒玩得很開心。有開心嗎？他們現在都用翻譯軟體互相對話了。我們現在來到俗稱清邁藍廟的班丹寺，這個地方啊超級漂亮的，我覺得比我們去過的清萊白廟、藍廟還要更漂亮。更喜歡啊！一進來這裡面啊，五彩繽紛，尤其是我們看到那種樓梯兩旁，這是什麼守護神嗎？我們要看到都是兩條龍，可是這裡的那個守護神呢，長得特別，就是它的頭呢是象頭，龍的身體，孔雀的尾巴。這邊呢，原本是一間小廟，是後來一直擴建呢，才變成現在這個規模。那它其實是一個寺廟群，所以不是同一間廟，是這樣的意思嗎？就是很多廟合在一起的。這店裡面的佛啊，超大、超莊嚴的，然後後面的菩提樹很美。那因為今天小朋友都穿短褲，我們不太方便進去，所以我們在外面拍給大家看。我們現在在這個廟前的廣場，起風的時候不要講話，保持安靜，你就可以聽到很多鈴鐺叮叮當當的，而且音階完全是不同的。後來才發現他們屋檐上掛了很多鈴鐺，這聲音好好聽哦。我跟你講，我發現是鳥的尾巴在撥它。不神奇。你看，鳥的尾巴。我跟你講，我剛只看到側邊那裡，結果我一轉身發現所有的屋檐都吊滿了鈴鐺，而且呢，我跟你講，這個音樂超耐聽的，我可以在這邊聽一個下午，如果不熱的話。
這個寺廟好美，配色我好喜歡。雖然說它的色彩很繽紛，有藍有綠有金有白，可是說真的，它的搭配很高雅，完全不俗，而且很協調，不會讓你覺得好像就是色彩太多了不舒服這樣。我們這趟逛了一些廟宇啊，發現他們運用12生肖作為守護的這個概念呢，也是非常的多。那我剛剛有查到一個資料是說，在泰北蘭納地區呢，他們會用大象啦來取代豬這個生肖，所以我們在這個廟裡面呢，看到了很多大象的形象。其他也有很多的動物，因為像我們在其他的廟宇呢，看到大部分都是龍啊，或者是雞有看到。那今天呢，就是看到了還有一些天鵝或是鸚鵡，我覺得還蠻神奇的。我剛剛在查說他們12生肖，他們順序跟我們不一樣，他們是以蛇為首，所以蛇馬羊猴雞狗豬鼠牛虎兔這樣。對，就是順序是一樣的，但是它是由蛇開始的。這裡面的木雕也非常的漂亮，你看哦，像它這上面呢，這個女性的微笑呢，就像我們一路上遇到泰國人的微笑一樣。這裡除了寺廟很漂亮啊，你從這邊望下去呢，整片田野也是非常漂亮的風景。我們真的太喜歡這座廟了，看得目不轉睛，細節好多哦。像這個龍身上啊，它那個鱗片呢，每一個圖案是不一樣啊，然後呢，顏色隨着光線折射也是不太一樣的，有點炫光、彩虹光的感覺。這間餐廳呢叫做天使瀑布。我們來到這裡的時候已經太晚了，只剩下10分鐘就打烊了，所以只能進來拍拍照。他本來是需要門票，他說10分鐘你就繼續參觀吧，這樣子，不然他原本是80塊門票的。我刚刚这邊看到一大片花田啊，我女兒很少說，爸爸幫我拍照。超漂亮的，這裡面我比青來的那個更喜歡，因為它的腹地比較沒那麼複雜，我比較喜歡開闊一點的。哇，這裡超漂亮的，而且上面還有一個樹屋。我們剛剛小皮來這邊擺了很多 pose， 怎麼拍都好看。它這邊有一點就是整個蘭納泰式的建築風格，裡面有很多類似的可以參觀一下。可惜就是今天來得太晚，因為前面的那個咖啡店呢，我們太喜歡待太久了。很有趣哎，這邊是以前那種蘭納老房子啊，這邊呈現了以前泰式廚房的一個樣子，它這邊還有中文的講解，泰式廚房。這裡竟然還有一個小小的遊戲場，而且整個花園裡面呢，每一個角落都布置得非常精心。我覺得80塊的門票啊，但可以全額抵消費，真的是非常的佛心，很推薦大家來走走看看。這時候很推薦在梅林住上一晚，隔天再上山。但因為離清邁不遠，我們就先回市區，隔天再出發吧。我們現在來到蒙真山上的農場，叫做 Alpaca Sheep Farm， 意思呢就是羊駝綿羊農場。我現在還沒看到羊駝，可是已經看到非常多的綿羊在草地上面奔跑了。這邊除了小朋友呢可以餵羊啊，四周的風景也超級漂亮，尤其是這個農場呢，它種滿了花花草草。我們剛剛一進來的時候呢，就像走進了就是花草的隧道。只是說蜂蜜也非常的多，要小心，看起來有點可怕。他們列隊歡迎，但是我們心裡驚驚的。對，然後走進來的話呢，它就有那種茅草蓋的涼亭，有好幾座。那我覺得如果你是一大群朋友來，早一點來的話呢，它正好可以就是站着一座涼亭，這樣子非常的舒適。你看環境是不是真的非常的好？走在涼亭底下呢，真的非常涼快。現在呢是正中午12點哦，可是這裡的溫度呢，我覺得應該25度左右而已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而且你看，如果一群朋友啊把那邊包下來，然後喝東西啊，然後等一下再去餵綿羊啊，真的蠻爽的。這裡拍照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，可是我站一下我就想走了，因為蜜蜂一直在旁邊飛來飛去，其實會覺得有點可怕。終於換我們弟弟表演的時候啦，他最喜歡餵羊了。我們在這裡站了很久，弟弟手上拿一盆飼料，結果有一隻羊轉頭突然看到我們手上有飼料，然後就衝過來，其他跟人衝過來，然後弟弟一緊張就整盆丟着就跑走了。所以這邊聚了一群羊在這邊，就是他掉的那一盆。其實我跟你講，這些羊啊，它不是說攻擊你，它是很想吃這些飼料，可是它會跳到你身上，真的還蠻痛的。找一個隱蔽的地方餵小羊了，你終於敢了吧？開心了吧？大隻的來馬上丟掉，大隻也沒那麼可怕了。他們很聰明，那個盆子裡面沒有飼料的話呢，它就不會理你了。他們是知道的，超好笑。他本來要幫小子引小羊過來給小子餵，
結果呢，手上只要一有飼料啊，羊全部就會衝過來。小朋友其實會蠻怕的，因為小朋友很小隻，這些羊啊，全部是蜂擁而上，團團轉，羊羊轉，耍的羊羊轉，嘿，嗚 ，magic， 奇怪的人，你還蠻適合當牧羊人的。咩。好可怕！這羊其實是稍微有一點攻擊性。剛剛啊，你那邊戲耍它不餵給它，然後它就……可我覺得它撞到我應該會痛。它頂撞你，真的。結果它被抓去打屁股了。要餵其實蠻難的哎，講真的，因為羊稍微有一點點的攻擊性，但是不會受傷啦。然後工作人員也有幫忙，然後腳下有一堆羊大便。這邊啊，到處都有盪秋千，可是我覺得盪秋千並沒有很好盪，它的間距有點太寬了，然後底下啊就是草坡，所以其實也是有點危險。這個大概有3、4層樓高吧，可怕。對啊，我剛剛看他們工作人員盪超遠的，大家要注意安全啊！如果有來的話。我們準備要去下一個行程了，那這邊給大家帶一點票價資訊。這個地方的話呢，我們外國人呢，門票是200元，小孩100元。那泰國人的話呢，他們就是減半。然後票價的話呢，可以折抵飲料20塊。那我覺得這個地方呢，蠻不錯的，票價小貴，來了沒有後悔。可是我想我們可能不會再來第2次，能夠捕捉到一些漂亮的照片就夠了。其實我們也不是覺得這個地方不好，只是說清邁像這樣的地方啊，免門票或者是免低消的，真的是太多太多，我覺得大家可以多去探探。我们现在来到这家咖啡店，叫做阿伊那拉咖啡，它是在山上。然后它的那个门口的名字啊，就是有写日文在上面。然后其實清邁有蠻多日本料理啊，或是咖啡店啊，會融合一些日式風格的。它整個場地蠻有趣的，就是有點像稻田在中間，然後融合一些清邁那種很 chill 的風格，再加上一點日式的元素。這裡真的是隨便一個地方都可以讓你坐上一整天哦，好涼哦！現在這邊很舒服哎。哇，很讚！我們的飲料來了，你看那邊還有小涼亭，有一些人還可以坐在上面席地而坐。他們這邊的那個裝潢不會很花錢，可是呢很用心在弄，所以每個地方你都會覺得還不錯。我們點了一個蛋糕，然後還有2個蛋撻，這個是百香果蘇打，然後這個是純蘇打水。這邊價錢啊一樣是蠻平時的，蛋糕大概100出頭，那飲料呢都不會過百。這個蛋撻呢2個60塊，所以我今天這樣子買起來啊298。好吃嗎？吃起來蠻像酥皮濃湯的酥皮，所以普普。也不會難吃，但是說不上是很好吃。來這種地方，大家可能就會覺得，這一段怎麼特別短？原因就是它太舒服了，我們不想工作。其實你平常也蠻常不想工作的。討厭。你看這個涼亭啊，他們雖然想要弄得日式一點，可是我怎麼看還是很泰式啊。台灣有很多台日式的那種。我們在這裡隨便來一個地方啊，草皮的空間都還蠻大的。說真的，我們休息不就是想要一個悠悠閒閒的下午，然後有吃的，然後稍微看看美麗的風景，不就這樣子而已嗎？拍照啊，舒舒服服的就好了，對不對？哇，這種地方他們真的是不缺，隨隨便便都是這樣。在清邁走了這麼多咖啡店啊、農場，盪秋千好像是他們的一個標配。說真的，蠻厲害，因為盪秋千再加上周圍漂亮的美景呢，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好拍照的地方。你看後面那個別墅，私人別墅，我覺得還蠻爽的。相信看到這邊，大家應該都能感受到我們多麼熱愛清邁。光是這1年，我們就來了3次，超過2個月的時間都待在清邁。我將這份熱愛推薦給大家。我們下集見，大家拜拜。